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的逆袭，从挂科6门到重新证明自己，他能成功吗？学渣白鹿最近有些心不在焉，游戏不打了，小说不看了，韩剧也不追了，连奶茶不，奶茶还是得喝。白鹿一边嚼着珍珠，一边盯着自己的手机屏幕，琢磨着该如何委婉地把这件事告诉爸妈，才能保住自己的小命。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下一秒，房门被敲响，紧接着房门被推开，白妈妈端着热牛奶走了进来，嫌弃地瞥了一眼白鹿手中的奶茶，看看你自己喝的是什么玩意儿。双引号，白鹿被分散了注意力，看了看手里捧着的奶茶，挺直了腰板，瞧瞧您自己端的是什么玩意儿。双引号，白妈妈，很好，一天之内的第100次想揍死这个顶着她闺女名号的家伙。白妈妈把牛奶放在桌上，早点睡，你敢照镜子看看自己眼睛下的黑眼圈吗？双引号，白鹿吐吐舌头，知道啦，老妈晚安。3下5除2的喝光手里剩下的奶茶，白鹿起身扔了垃圾，突然打了个哆嗦。这天儿真冷。再转身，便对上了面无表情的白妈妈，视线往下移，糟糕，自己粉嫩嫩的手机已经被自家母上大人攥在了手里。白鹿，她恨自己不够爱手机。冬夜晚上10点，白家一家3口齐聚客厅。白鹿拖着自己的狗子耳朵，蔫头耷脑地站在白爸爸白妈妈面前。狗子是只公子狗，从小到大一直陪着白鹿，挨骂和撕过的。啪的一声，手机被重重地放在茶几上，白鹿仿佛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。白鹿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双引号，母上大人，我错了。双引号，白妈妈，总有一天他会被白鹿这鬼丫头气死。还算理智的白爸爸开口了，小鹿，开学的时候爸爸就跟你说过，即使到了大学也不能放松学习，你也信誓旦旦地保证过，一定不会搞垮学习的。双引号，白爸爸皱着眉，指了指茶几上的手机。可是现在呢？一共7门课，你挂了6门，唯一过的那门还是体育。双引号，白鹿想纠正白爸爸的话，97分呢，那叫优秀好吗？白鹿是个学霸，高考虽然没有考到省内前10，但好歹也是个省内第11。之后高考第1志愿填的本市的知名大学北大，专业填的计算机，结果自然是被稳稳地录取了。然而白鹿显然低估了自己放飞自我的能力以及大学科目的难度，所以白鹿同志光荣地挂科了，还是很惨的专业课门挂。白鹿也知道是自己理亏，听着父母的话，难得良心发现，心里有了那么一丝丝的难过。毕竟作为一枚学霸，好吧，曾经的学霸突然变成学渣，白鹿觉得是时候捍卫自己学霸的人设了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别生气了，下个学期我会把绩点拉上来的。双引号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。双引号，白鹿说的慷慨激昂，白爸爸白妈妈脸色稍微缓和了些。最后白鹿成功地带着自己的狗子救出了可怜的手机，真好，还不用去给手机整容。寒假过去，大1的下半学期到来，白鹿吭哧地拖着行李箱一口气爬了6楼，终于来到自己的屋子。白鹿美滋滋地想着要先去宠幸学校周边哪些美食。大1上学期，白鹿同宿舍的一个女生闹了矛盾，最后由辅导员调解和同意后，白鹿搬出了学校宿舍，在学校外面租了房子。虽然不大，但条件都挺好，白鹿很满意。不过这件事白鹿没有告诉自家爸妈，免得让他们操心。收拾了屋子，吃着外卖，白鹿收到了闺蜜林夕的消息，约着下午一起看电影。
白露和林夕是高中同学兼同桌。白露从小就不喜欢和女孩子一起玩，她觉得跟那种娇滴滴的小女生一起玩真的太难受了。爬树爬不了，打架打不了，玩泥巴还小心着不能弄脏衣服，一言不合就哭。其实这些也没什么，真正让白露变得不喜欢接触女孩子的，还是小时候被一个女孩子倒打一耙，承受了他妈最大的一次怒火。然而林夕成了白露接触的最久的一个女生，这姑娘白露是发自内心的喜欢，长得好看是最关键的，相处起来也很舒服，真的就像是她的亲姐妹一般。下午4点，学校北门边，白露嚼着珍珠，手里还提了一杯奶茶。小白小白，双引号。白露抽抽嘴角，她恨透了这个外号。抬眸便见往这边飞奔而来的一只白团子，白露脸上有了笑意，也学着林夕的模样张开双臂朝着林夕跑过去。等等，双引号。林夕刹了车，一脸警惕地看着冲过来的白露。露姐淡定，哀家这小身板承受不住你的重重一击。双引号。白露，这闺蜜5块钱一斤买的吧？林夕接过奶茶，动作娴熟地把手抄进白露的衣服口袋里，果然是暖烘烘的。二木，你没开你的小电驴？双引号。林夕喝了口热乎乎的奶茶，舒服地叹了一声，没电了，开你的吧。双引号。行。双引号。下午5点，市中心，开电驴的白露成功的被冻成狗，整个人已经开启了震动模式。一旁见证了白露从大爷变成弱鸡的林夕，直到进了电影院，暖气袭来，白露才停止了哆嗦，人还是冷的。电影5点半开始，两人买了票就差不多可以进去了。拿到票，白露瞅了瞅名字，午夜惊魂。从不看恐怖片的白露，不，这闺蜜只能卖3块钱一斤，不能再多了。白露面无表情地将自己的冰手伸进林夕脖子里，揪住林夕命运的后颈皮。林夕瞬间一个机灵，差点在公共场所毁了自己小仙女的形象。露姐我错了，我这不是想着开学了吗？咱得看点刺激的。双引号。白露，真 TM 刺激。两人对视片刻，林夕耷拉着脑袋，好吗？我也是听我哥哥说的，开学这种史诗级灾难片就得用恐怖片镇住，我就想试试。白露，有一句智障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林夕咬牙，包你1周奶茶。双引号。白露挑眉，1个月。双引号。林夕。双引号。白露眨眨眼，我可是豁出哀家的性命来陪你看的。双引号。林夕咬牙闭眼，成。双引号。白露拽着人进了电影院，走吧，电影快开始了。双引号。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，恐怖片的精髓还是声音中的次声波，只要听不到声音就没什么怕的了。进场的时候，白露这么自我安慰着。然而等找到位置坐下后，处于整个电影院的 C 位的旁边，几乎拥有最佳视角的白露。二木，以前我们看电影的时候，你从来没抢到过这么靠前的票。双引号。林夕笑嘻嘻道，嘿嘿，那是，我寒假跟我哥练手速来着，怎么样，这位置不错吧？双引号。白露给了林夕一个敷衍的笑容，开始认命地从兜里掏耳机。甚好甚好，难得一次带着耳机出门了。小白小白，你不看就跟我换个位置吧。双引号。林夕的位置在白露的左边，跟屏幕有一定的角度。白露点点头，两人换了位置。白露戴上了耳机，准备催眠自己，千万别被周围的环境影响了。林夕满心感动地望着白露，暗自决定不仅要给白露家的小白1个月的奶茶，还要包下小白1个月的早餐。突然，肩膀被人轻轻拍了拍，林夕一愣，转头望去，
电影院一片漆黑，林夕费了好大劲才看清来人，却不禁吓了一跳。大哥，双引号，完了完了，怎么会在这种地方遇到大哥？林毅漫不经心地点点头，眼神若有若无地扫过林夕身旁的座位，低声说道：“换个位置。”双引号，林毅的位置可是绝佳的 C 位。林夕眼睛一亮，好。双引号，他刚松了口气，还没来得及庆幸，身旁就传来一个男生嫌弃的声音：“你们兄妹俩的品味真是让人无语。”双引号，林夕。再一转头，林夕看到了自己的亲哥哥林奇，而林奇也看到了自己的亲妹妹林夕。林奇和林夕的父亲与林毅的父亲是亲兄弟，所以他们也算是林毅的堂弟堂妹。哥，双引号，妹妹，双引号。林夕又偏了偏头，果然看到了三位大佬中的最后一位许木。许木哥哥，双引号。许木微微点头，又低下头去看手机。原来林夕是听林奇说开学要去看恐怖片压惊，所以才拉着闺蜜抢了电影院最好的位置。林奇也是个坑兄弟的主，带着两人直接霸占了 C 位。兄妹俩兴致勃勃地猜测剧情，许木则专注地划着手机。白鹿皱着眉头挑选歌单，手指冻得僵硬，连触屏都不灵敏了。她却浑然不知，自己和闺蜜之间已经隔了一个男生。电影开始了，白鹿的耳机里终于传来了声音。耳机里播放的是一些欢快的歌曲，白鹿内心的恐惧终于消散了一半。屏幕上已经开始播放剧情，白鹿刷了一会儿手机，却因网络不好无奈地放下。抬头一看，荧幕上出现了一对情侣，看起来十分恩爱。白鹿盯着字幕看了片刻，竟忘了这是一部恐怖片。不久，男生出门了，女生独自留在家中做家务，突然就晕倒了。白鹿愣住了，微微偏头，小声问身边的闺蜜：“二木，那个女生怎么了？怎么突然晕倒了？”双引号，身边毫无回应。白鹿这才想起自己戴着耳机，听不见外面的声音，于是摘下了左耳的耳机。此时电影的背景音乐还不算恐怖，周围的人依旧没有回应。白鹿忍不住扯了扯身边人的袖子，心想这衣服的手感真不错，摸起来和看起来完全不一样。身边的人感受到了白鹿的举动，林毅一向暴脾气，此刻却只是微微抿了抿唇，继续保持沉默。白鹿没有得到回应，以为闺蜜已经沉浸在电影中，轻轻拍了几下后便不再说话，心想还是等电影结束再问吧。林毅见身边人没了动静，微微皱眉。当他转头去看旁边的人时，电影画面突然切换到一个类似地下室的地方，昏暗的灯光下，林毅看清了白鹿的脸，心中不禁有些微妙。与此同时，白鹿也听到了传说中带有次声波的恐怖片背景音乐，后背瞬间一凉，鸡皮疙瘩掉了一地。他呼吸一滞，立刻缩回手，戴上耳机，调大音量，又伸手挽住闺蜜。句号。林毅下意识地伸出手，没有去推开白鹿的手，反而鬼使神差地想要握住她的手。触碰的瞬间，他第一反应是好冷。林毅微微皱眉，下一刻，那只冰冷的手却紧紧握住了他的手。果然你还是有点良心的。双引号，白鹿小心翼翼地说道，心中踏实了许多。他暗暗发誓，打死也不再看恐怖片了。谁在看谁是小狗。白鹿的手很冰，除了觉得有些干燥外，他一时间并没有察觉到异常。再加上他有些夜盲症，知道自己看不清楚，也就没有仔细看身边的人。他盲目地相信身边坐着的是那个有点良心的闺蜜。手机信号不好，也没法打发时间，白鹿索性闭上眼睛睡了。平心而论，林毅觉得这姑娘有点憨。白鹿的长相属于软萌妹子那一类，脸上还有婴儿肥，
看起来圆滚滚的。林毅全程安静如鸡，不知道若是林奇和许木看到一向暴脾气的林毅此刻的表情，心里会有多震惊。哥，走了。双引号。林奇还意犹未尽，和林夕讨论着剧情。林毅睁开眼睛，看到自己已经被松开的手，旁边的姑娘还在熟睡。他扫了一眼自己已经暖和的手，又看了一眼歪着头睡觉的白露，起身离开了座位。林夕和林奇吐槽完，才想起还有个闺蜜，歪着脑袋去看，白露还在睡。小白，小白，该醒了。不知怎么的，林毅在最后吃了一声，真能睡。双引号。林夕。双引号。算了，还是不要惹大哥了，他可不想被打。白露睡得还算香甜，只是脖子有点酸。吃饭的时候，白露终于觉得暖和起来。二木，把手给我一下。双引号。林夕一边啃着烤肉，一边把手递过去。怎么，还想给本仙女送礼物？双引号。白露白了林夕一眼，摸到林夕的手时，动作一顿，默默地放回了刚从包里掏出的护手霜。这妞的手比她还嫩。林夕一脸莫名其妙，怎么了？我的手有什么问题？双引号。白露也觉得奇怪，没什么，刚刚在电影院摸到你的手，觉得有点干，还以为你没带护手霜。林夕啊了一声，放下手里的烤肉，仔细端详着自己的手。我带了啊，而且我觉得我手挺嫩的，哪儿干了？白露点点头，应该是我手太冷了。直到后来，白露才发现，真正需要护手霜的另有其人。虽然白露和林夕不是同一个专业，但两人相处的时间并不少。图书馆里，白露偷偷摸摸地找了3本小说坐下。林夕翻了个白眼，发消息过去：仙女西西，小白，说好的逆袭成为大佬呢？露，明天一定，明天一定。仙女西西。中午吃饭时，林夕毫不留情地数落了白露一顿。小白，可这是你自己说的啊，一个人一定要有恒心，有毅力。既然下定决心要做并且做好一件事，就一定要坚持。白露默默听完自己高3时为了激励林夕说的话，内心极度郁闷，一脸无奈地说：我想要爱他，可是他不给我机会啊。林夕一时语塞，他念的是翻译专业，倒是看过白露那些恐怖的教材，随便挑一本都不是他这种学渣能承受的。白露撑着下巴，表情有些呆滞。而且你也知道，我跟班上的人都不熟，连个问问题的人都没有。双引号。白露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合群。都过去1个学期了，白露至今还不清楚班上有多少人，更别提认识哪些同学了。林夕陷入沉思，这怎么行呢？双引号。至少也得去结识几位大神吧，有问题可以请教，顺便抱抱佛脚，多好啊！你去弄一份班级的成绩单，然后去勾搭个大神吧。双引号。白露一脸困惑。双引号。呸，不是勾搭，是认识，认识。双引号。白露沉默不语。晚上，白露回到了小屋，她咬着自己狗子的耳朵，慢悠悠地打开了班群，扫过群成员列表，凭借班长2字，白露点开了对话框。一番交流后，白露终于拿到了成绩汇总。看着自己居然排在前5，白露沉默了。原来他所在的班级水平如此让人摸不透，白露没再多看，目光直接落在成绩单的第1行林毅。白露一愣，嘿，也是姓林的。大1的学生要求早上7点上早自习。早上6点半，白露打着哈欠出门，在学校北门附近的早餐店买了早餐，边吃边走。天气太冷，他不想骑自己的小电驴。今天白露化了淡妆，毕竟是要去见人的，总得有点诚意。教学楼前，
白露从包里掏出护手霜，身边突然走过一个人，撞了她一下，护手霜挤出了一大团。白露，这张脸加上护手霜也用不完啊！身旁传来一个女生：“同学，不好意思，我……”白露抬头，觉得这女生有些面熟。女生也是一愣，道歉的话戛然而止，反而皱起眉：“白露。”双引号，声音尖锐刺耳。白露不太喜欢这个女生，还没等白露开口，女生就转身走了。看着那有些心虚的背影，白露才想起来，是那个和她闹过矛盾的室友，难怪她这么心虚。白露撇撇嘴，不再理会，开始擦护手霜，大不了多涂几层。这种凡人，休想用我的护手霜。白露和女生不太合得来，一个学期过去，她也没认识几个人，再加上她那萌妹子的脸和不合群的性格，白露在班上还挺有辨识度的。再加上前室友的不小心言论，班里人对白露的印象已经变成了有点冷、有点傲、看不起人的女生了。还有一个像个小哑巴的小美女。早自习的座位是按学号排的，学号又是根据姓名的字母顺序来的。白露享受着第一排的宝座。周一的课不多，白露包里只有一本书。放好东西后，白露喝着牛奶，翻着手机上的成绩单。叫啥名字来着？林毅。根据班群里的名单顺序，白露在本子上画了座位表，轻松地定位了那个叫林毅的大神的座位。白露一愣，坐他旁边的，那太好了，方便得很。6点58分，白露慢悠悠地喝着奶，等着这位大神，脑海中却一直在回忆上个学期对身边这人的印象。他好像连正脸都没瞧过。白露咬着吸管，轻轻晃了晃脑袋。没想到大学的早自习同桌竟然是个学霸，这么好的资源，他得好好利用。上个学期，白露和林毅一直没什么交集，尽管是同桌了一个学期的早自习。白露的座位是第一个，靠着窗，但他从没开口让身边的人让一让。露姐都是直接翻桌子，偶尔穿裙子的时候就等着人走完再走。7点整，没有铃声，纪检部的人开始点名。白露神游完毕，一回头就见一个男生从前面走进来。第一次打量教室的其他人，白露觉得自己运气还不错。这张脸他应该记住了，挺好看的。白露一边感慨，一边好奇地看着男生往哪边走。这么好看的男生应该不是他们班的。早自习教室很大，有2个班的人。看着看着，就见男生几步走到自己身边坐下。